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直抵日本海，普京释放重要信号，俄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敌人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，欢迎收看云华观点。今天我们聊聊日本对俄罗斯继续制裁。当天俄军2架战略轰炸机直抵日本海，普京此举只为向日本释放重要信号。日本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直接抵达日本海。如果俄罗斯的威慑有形状，那一定是战略轰炸机的形状。普京就曾经说过，外交抗议1000次比不上战略轰炸机飞上1次。近期日本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，但俄罗斯可不会忍气吞声，直接在23号派出了2架图 95MS 战略轰炸机，在日本海一口气飞了7个小时。要知道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 G7 国家领导人视频会议上提到，日本要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。回头一看，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已经到了日本的家门口，飞了足足7个小时，分明是在表明态度，俄罗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敌人。这7个小时让日本简直如坐针毡。毕竟近期的日本总在上蹿下跳，自打俄乌冲突爆发后，世界上反俄的声音叫得最响的就是日本。先是对普京、卢卡申科等80个政治家、企业家使用了制裁手段，而且又制裁了20多家俄罗斯的企业，还禁止部分俄罗斯银行使用国际结算系统。对俄罗斯的全面经济制裁也实施了，先是禁止出口俄罗斯石油，紧接着俄罗斯紧缺的300种半导体产品技术也被日本禁止出口。81家俄罗斯造船厂、研究所再也无法获得来自日本的商品。除此以外日本还向乌克兰积极地提供包括步枪弹药、医药用品和帐篷在内的各种物资，只不过被印度拒绝进入空域。趁着俄乌打得不可开交，日本也趁机拿着北方4岛的主权归属来说事儿。科技、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打击结合在一起，日本这些小动作只会让俄罗斯极度不爽。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小国，4个月没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日本也顶不住了，国内电力供应出现问题，只好暗地里在7月开始重新进口俄罗斯的石油。俄罗斯能出口石油，本意也是修复两国关系，虽然不求日本选边站队，但也不希望日本再捣乱。日本得了便宜却不卖乖，嘴硬着叫嚣要继续对俄罗斯进行制裁，手上的小动作也从没有放下过，还在刺激俄罗斯。既然俄乌战事的关注度下降，俄罗斯也就能腾出手来收拾日本。可是日本根本没有半点悔改的意思，趁着美国忙着反俄和反华，日本趁乱要求松绑，增加军费开支预算。难道俄罗斯会放任这位隔海相望的岛国邻居做大做强吗？一边又想给俄罗斯一刀，那普京也不是好惹的。按照惯例，俄军2架战略轰炸机直扑日本海，又一次向日本释放了重要信号，俄罗斯不打算放过任何一个敌人。源源不断地向日本输送石油的萨赫林2号项目即将被俄罗斯收回国有。在该项目被收回国有后，外国投资者必须在1个月内向俄罗斯重新申请进口石油，否则此前投资的全部都打了水漂。俄罗斯政府如果不批准，该项目也不会让日本再次得到一点权益。除了萨赫林2号项目以外，俄罗斯在未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